谈不到恋爱的话，你该去读毛选；被分手了，你也可以去读毛选。因为读过毛选的男人，他往往就更能成事儿，他脑袋里装的都是伟人的顶级认知和智慧，所以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，他都更容易拿到结果。那如果说你总是在关系里面去渴求什么花钱办事儿，甚至是想要靠物质去换得真爱与尊重，那你就陷入到了速胜论啊，这必然会走向失败的。那今天焦哥想跟兄弟们分享一些关于毛选论持久战的思维逻辑啊，希望能够帮你解决得了当下所有的烦恼，好吧？要真正读懂论持久战呢，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至暗的时刻。1938年5月份，彼时的中国半壁江山已经落入敌手。在这样的绝境下，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，一个是亡国论啊，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武器不如人，战必败，再战必亡。而另一个呢，就是速胜论，完全将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，幻想能够依靠他国之力迅速打败敌人，最后赢得胜利。那这两种错误思潮同样映射着当代人的精神内耗。我们很多兄弟在感情中经历了几次挫败，就会变得不再相信爱情，他放大了困难，却低估了自己的能力。他明明在事业上经历的挫折根本就不比感情上少，他都能够屡败屡战直到胜利，但是感情上败个2次，他就会变得急于求成啊，开始去追求一些套路，或者是直接砸钱，妄想走捷径。但是最后呢，只会更加的空虚与焦虑。因为真正优质的关系是长期同行，是真实的链接啊，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提升自己的雄性主导力，而非套路。那怎么提升呢？多看焦哥，多跟焦哥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把话给收回来，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啊，就像瘟疫一样，在全国蔓延开，严重的动摇着军民的抗战信心。在这个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教员在延安的窑洞里用了9天9夜的时间，写下了这篇5万多字的雄文《论持久战》。在这篇文章当中，教员以惊人的洞察力还有预见性，明确地指出了战争必将会发展为持久战，兵临是胜利之本，我们要发动人民群众去斗争到底。那最后胜利呢，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个预见性的正确性了，对吧？而教员的思想呢，不仅适用于战争，也同样适用于人生道路上的方方面面。你们看那些事业感情都美满的人生赢家，他们绝不是靠运气或者是套路，而是靠持久战打出来的。因为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，本质呢都是一场自我战争。你真正要征服的不是客户，也不是女人，而是你内心的脆弱、焦虑、贪婪还有执念。人生是一个长期复利的投资，无论是做产品还是谈感情，终极的竞争力都是让人愿意与你长期同行的一种能力。就像那些成功的企业，他们会用心去倾听用户的声音啊，不断的去改进自己的产品还有服务。当然他们不会单纯的为了去迎合客户，为了去贪念短短的那些短期获利啊，就去动摇了自身品牌的一个自身定位。就像小米还有胖东来，一个把用户当朋友，一个把用户当家人。在这个无比内卷、讲利益、讲效率，甚至是非常残酷的竞争的当下时代当中，打赢持久战，赢得全社会的好评才是最重要的。正如雷总所言，优秀的公司赚取利润，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。其实放在感情里呢也是一样的，一段真正的优质的感情走到最后呢，从来都不是靠的是单方面的妥协讨好，更不是靠扮演什么人设呀，或者是几个技巧换来的啊。很多兄弟在感情里面，他们反复的受伤，本质上呢，就是因为没有战胜内心的脆弱和执念。你一上来就想要被女人喜欢，一付出就想要去回报啊，一暧昧就想要确定，这不就是速胜论吗？而一旦对方冷淡了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哪儿没有做好啊，然后我是不是做错过什么事儿，影响到他了呀？你就会开始立刻不安，会开始去讨好、去解释甚至是去付出、去迎合对方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换取那一丁点儿的那种安全感，表面的安全感。这样做的男人啊，可以说是毫无魅力可言。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问题，很多兄弟忙事业，有时候他就是没有空去陪到对方。可能本来周末原本是计划好了的啊，说要带他出去吃个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说要带他出去玩等等啊，突然来了个应酬，他就会推掉约会，然后对方呢肯定会生气
啊，会给你闹情绪等等，甚至会说你什么这儿不好那儿不好。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？OK， 大部分兄弟呢可能会有2个选择，第一就是马上道歉认错，然后去哄，甚至会去买礼物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很多兄弟会去冷处理，会觉得说啊，我本来事业就是最重要的啊，何况这么就是特殊的情况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？所以你们就会让他自己去消化，让他们自己处理，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走到跟你闹的一个地步。但是我告诉你们兄弟，这2种方法都不对。你道歉也好，冷战也好，其实都是我们就是上面讲过的内心的脆弱，还有就是执念，它是2个极端，一个是怕对方不满意，怕感情没有任何不好的这种瞬间啊，另一个呢就是得失的执念太重了，所有的情况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不允许有任何人不按自己的剧本去发展，对吧？其实你应该看到事情的本质，你割掉计划，女生会生气这件事是事实，是个女孩子都容易生气，而你忙工作很不容易啊，这工作确实也很特殊，很突然，这个事儿应酬来的很突然，那这也是事实啊。所以说你就应该根据事实去应对，你应该先看见对方的情绪，再提出你的观点啊。你可以跟他讲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爽啊，我可以为我的爽约道歉，但我不能为我努力工作而道歉。尊重是相互的，我希望有问题咱们能够相互理解，毕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咱们可以心平气和的来聊。如果说你是想要什么补偿，你也可以提出来啊，而不是说仅凭这一件事儿就跟我闹扯，甚至是否定我。你这么去讲的话呢，既释放出了对方的一些情绪，同时呢也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无奈，对不对？没有底线的讨好，也没有过度的对抗，这样恰到好处的亮明底线跟框架，才不会推开对方。他既能感受到你的尊重，也能感受到你的雄性主导力，他也才会愿意在你的带领下去进入到理性的沟通，从而就能够解决得了所有的问题。这样的关系呢，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，才能够长久。所以说啊，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，论持久战呢，是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见事实啊，去尊重彼此，去坚守原则，去战胜自己的内心。这个才是人生路上最难打，也是最值得打的仗。最后啊，焦哥还是那句话啊，弱者才会困于情绪，强者都是利用人性去主导关系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